早上好，我们又醒了，今天也睡得比较好哈，又睡得比较晚。你说这个事情，现在这双鞋拿外边来。今天的这玻璃不擦恐怕是不行了哈，因为我们昨天跑高速全部都是虫子，我得今天得想想办法。还好这边有水池，我们把这个毛巾搞得湿一点，看看这上面有多脏。这个反倒每次擦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收回去，不然它会挡着我上不去。然后我就没有受力点。我的天，看看这上边这些虫胶。其实在北方开车也有好处啊，就是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虫子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今天我们走得更近一点啊，所以就起得更晚了一些，多睡了一会儿。行车充电要打开。我们昨天用了10%的电池，现在这个电已经不是问题了啊。看这口气，才用了啊！导航后边我们已经收拾完了，拓展缩回来了，就这样我们要出发了。奥斯卡在那边看到小猫咪了，所以他那个头一直在冲着那边。走喽。其实这边驻车这个地方，到了这边油菜花都开了，或者是这种果树都开了，肯定很漂亮的。因为现在是刚刚春天，所以这地都是荒地，全土。这边不怎么好看，到了夏天就好看了。今天一出门是阴天哈，天气阴的，比较适合在外边逛。天气也不是很热，差不多这会儿正凉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刚刚好，阴天开一下车，然后到地方再看时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啊，广汉三星堆。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物品没有展出，没有看到，有点可惜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去看我们上次没有看到的啊。但是在去三星堆之前呢，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肥肠血旺渣渣面啊，得先吃个早餐，不然的话进里边那边估计没什么吃的。哦，这是肉渣渣。哎，倩倩头一次吃渣渣面。对，这就是这个叫渣渣。对，没错。我是要的那个卤肉面啊，我们加了卤肉，加一份卤肉才5块钱，然后这一碗面才9块，我的天，14块钱一碗面，满满一碗肉。该吃。我们先把早餐吃了，然后再出去逛。好，我们吃完早餐，然后现在去那个三星堆那边去啊。我们这个车，这边的车都是这样停，斜着在路边。我们停第一个车位。这边的停车场狂大无比，我们到这边之后把我们的车停到了这个边边上，停车位还挺大。现在我们要过去买票去。看这个景区拍照多文明哈，大家都在排队，一个人拍完就走。这次来这边人比较多啊，上次我们过来的时候这连人都没有。所以疫情期间这种旅游啊，包场旅游可能以后再不存在了。我还是喜欢人多。你还喜欢人多？你那导讲器一会儿再给你讲吗？没有啊。当我们的目光遇见这些人像，就注定是一场属于整个星球的相遇。他们鲜明的特征标示着他们区别于普通人，无一例外的凝重表情里有突出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，耳唇全部都有孔。在上古时代，耳佩应该是特殊身份的象征。战国晚期，伴随着秦统一6国的步伐，古蜀被秦所并。在此之前，古蜀国人一直沉浸在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政治生活中，神巫色彩浓厚。这尊大力人铜像是所有青铜人中级别最高的，他也许就是那个既掌握着世俗至高权力，又能与天地沟通的领袖。三星堆文明晚期，中原王朝正处于殷商时代，商朝人大量制造青铜器、兵器、石器、酒器，用活人祭祀神明，是个充斥血腥的时代。然而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，始终没有发现用于祭祀的人畜，更不见一件兵器。这些长相冰冷的古蜀人拥有着超越时代的人性光辉，这也许是他们强大的原因，或许也是他们消亡的种子。
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看情形，似乎300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被砸烂、烧烂、毁光，仿佛已经完成了一场涅槃。2号祭祀坑出土了几百块青铜碎片，这些留在人间的片段，还能拼接出哪个世界一丝端倪吗？三星堆文物修复团队经历了8年，拼接出3000年前这里最大、最完整的一件。当它呈现时，新的谜团又接踵而至。器物所要表达的意图完全超出人们的经验。眼前这件青铜器残高3.96米，由基座和主体2个部分组成。树顶已残缺，基座仿佛3座大山相连，主干3层，于山顶节节攀升。人们很容易联想它是一棵大树。在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，大树都是天地之间的灵物，历史、文明、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。这种连接的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，树立天地，生命之树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。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同样证实了古蜀先民非凡的创造力，不断试图沟通天地，认识宇宙的可能。这些符号与青铜神树一样，也许都来自一场仪式，也许超越了他们日常可见的形象，成为符号，成为拥有去过另一个维度和时空的神秘力量。我们应该时刻铭记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。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认为自然有着神力，因此敬畏自然。即使在地理环境极其闭塞的四川盆地，这里的先民从未停止过对自然的思考。他们穷尽一切资源和能耐，制造出精妙绝伦的祭祀法器，在祈求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繁衍生息。如今，人类对自然规律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，甚至认为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。然而，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这3年，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人类认知的边界。三星堆的故事是人类探索自然、了解自身的故事。这里出土的一件件文物，无不时刻提醒着我们：生命不息，探索不止。是这个。哇，这个。我们刚从陶瓷的部分走到了这个玉石的部分，这些全部都是玉器啊、玉斧啊。今天这个看玉还是知道怎么看的，但是弄错位置了。今天有找这种露皮的这种地方，贴进去，完全贴上去，完全贴上去。贴上去了呀。这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文物了哈。一块石料，这些就是做这些玉石的原料啊。在整个这个大厅里面，这样子的玉石有很多很多。现在背后还放着一块更大的一块。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啊，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石头切得这么平整，并且这么圆的呢？所以它宝贵之处不在于它的玉石的原料有多好，而是这个制作它的这个工艺。在那个年代没有切割机、没有现代化的金属切割的情况之下，能做出这么完美的圆啊，并且把这个平面打磨得如此的平整。这边还有更大的一个，这个正是一个纯金的哈。有的人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塑像握的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棍子，但是呢，这根棍子可能已经消失了。三星堆里边出土的这种金器啊，其实是很多很多的，包括面具啊、一些金币啊，这些都是修复出来的。其实他们之前是被压在一个大坑里边的，压得瘪瘪的。包括我们等会儿要看到的一个树，一个金树，它也是被压瘪的。包括这个金面具也是经过修复之后的。其实他们这种面具有很多很多种，在我们后边的墙上，只不过是目前发现展出的只有目前看到的这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就是右上角的那个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嘟嘟鸟，或者是鹦鹉之类的？这个厅全部都是青铜器了，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棵大树啊，那棵大树是我们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单件啊。所以呢，它占据了整个大厅的中心。